身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根麻绳把自己吊死在男友家门前。可当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的时候，我死前脸上却是露出满意的笑，只因没人知道诡异末世将在7天后降临，而在这7天之内死去的人会变成诡异。这一世我不仅要做诡异，还要做诡异女皇，成为最恐怖的存在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报复人渣男友。上一世恐怖末世降临之后，遭遇车祸横死的闺蜜青青变成了诡异，在她的庇护之下，我得以在末世之中苟延残喘，但我却遭到了男友萧炎的背叛。他为了讨好一只美艳厉鬼，竟然给我喝下了带有安眠药的红酒，还剥下了我的皮。我那化成诡异的闺蜜得知之后悲愤万分，想要替我报仇，可萧炎跪舔的那只厉鬼更强，闺蜜被打得灰飞烟灭，我心如死灰，彻底绝望。在睁眼，我又回到了诡异末世降临前，这一世我必要改变一切。首先，我要救下闺蜜，在末世前7天内死亡，虽然能够变成诡异，但也会遭受极大的痛苦。闺蜜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这一世换我来庇护她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现在是下午4点，在1个半小时之后，闺蜜便会死于车祸。我赶紧给闺蜜打去视频电话，她此刻正在上班。诗诗，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？听见青青的声音，我鼻子一酸，压下情绪，郑重叮嘱道：等会你下班之后先别走，我过去找你。青青一脸茫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再三叮嘱你千万待在公司别动。6点半，我陪着青青离开公司，可路上还是发生了意外，一辆红色卡车直冲着我和闺蜜而来，我猛打方向盘，紧急避让，但仍旧还是被蹭了一下。幸好我和青青并无大碍。我想起上一次肇事车辆也是红色卡车，没有车牌，我瞳孔紧缩。此刻我已经确定闺蜜的死并不是意外，而是谋杀。我赶紧问她：青青，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？青青闻言摇了摇头，没有啊。我盯着她，你再想想。她此刻才反应过来，你的意思是说刚才那个车是故意的？我点了点头。青青听后瑟瑟发抖，回想了片刻，犹犹豫豫地说道：3天前我碰见萧炎跟别人在一起逛街，他也发现我了，只是我没有拍下证据，怕你不信，就没有告诉你。闻言我脸上泛起强烈的恨意，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萧炎买凶杀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安慰闺蜜道：你先回家，这几天多加小心，一切交给我。临分别的时候，我叮嘱道：如果我死了，你千万别伤心，记得给我烧点纸钱，越快越好，越多越好，因为等我去到厉鬼的世界，纸钱能够帮助我扩张势力，等我归来的时候就不再是孤家寡人，而是手下万千厉鬼听我差遣。青青闻言一脸震惊，诗诗，你在瞎说什么？你怎么会死呢？我笑了笑，没再多说，只是将自己的银行卡塞给了青青，再三叮嘱她将这些存款全部买了纸钱烧给我，否则我九泉之下也不能安息。分别后，我径直去了萧炎家，这次我没走寻常路，而是沿着墙爬上4楼，来到了他卧室窗户外。我透过窗户缝隙看进去，一个身姿妖娆的女人正躺在萧炎怀里。见到这一幕，我不禁瞪大了眼睛，因为这个女人正是上一世萧炎跪舔的厉鬼柳如烟。你什么时候跟那个丑女人分手？人家不想再这样躲着她了。萧炎安慰道：再等等，等我跟她领证之后再除掉她，她的遗产就都是咱们的了。闻言我握紧了拳头，我从没想到她接近我就是为了钱，这是赤裸裸的谋财害命。望着狼狈为奸的这俩人，我气坏了，真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俩一人一刀，只可惜我力气远没有萧炎大，压根对他造不成威胁。不过我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恶心他一下。我咬破手指，在他家窗户上写下了血字，控诉他的累累罪行。随后在午夜12点，我用一根麻绳吊死在了他家门口。我身躯虽死，但灵魂仍然存在，在尸体没有火化的时候，我仍然可以逗留人间。我倒是要看看萧炎会不会被我这尸体吓傻。第二日天亮，萧炎对门的邻居发现了我的尸体，顿时发出一声尖叫，死人了。闻讯，萧炎匆忙打开家门，在看到我惨白的脸后，吓得退后2步。这时柳如烟揉着自己的眼走了出来，嘴里嘟囔着：谁呀？大早上大喊大叫，烦死了。可当他看到我的尸体的时候，直接被吓得瘫软在地。警察很快到来，我写在萧炎阳台窗上的血书被发现了，血书上写明了萧炎出轨谋杀，警方认定2人有导致我死亡的嫌疑，直接手铐将他俩带走。我的尸体也被拉走排队火化。青青知道消息后，连忙跑来殡仪馆给我送行，她抱着我的尸体声泪俱下：诗诗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了那个人渣不值得呀。我看着她哭，很是无奈。你别光顾着哭啊，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做了没有？现在烧纸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还好青青哭了一会儿之后想起来了，把我的尸体送进焚化炉之后匆匆跑开了。焚化炉将我的尸体焚尽后，我也无法继续留在这个世界，被神秘力量牵引着来到了诡异所在的世界。初次来到诡异之地，恐怖的煞气和血腥的味道让我这个残魂感觉强烈不适，这里的空气都充满了压迫感，我这个弱小的残魂仿佛随时都可能被压碎。天空中没有日月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只巨大的眼睛，白色的眼球上遍布着血丝，恐怖异常。前世我听说过，他是最顶级的强大诡异。刚死亡的我只是一缕残魂，现在我正处在一个诡异城市的街道上，幸好这里比较偏僻，我没有直接陷入险境之中。路边正好有一个垃圾桶，我赶紧躲了进去。而在我躲进去10分钟之后，就有一只暴食鬼路过，他绿色眼球散发着贪婪的光芒，在四处打量着寻找猎物。当他走到我旁边的时候，我屏住了呼吸，若是此刻暴露，恐怕要变成这鬼东西的腹中餐。可他偏停在了原地，转动着肥硕的头颅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下一刻，他转身向我走来，我差点被吓得钻出垃圾箱逃跑。幸好他没有打开垃圾箱，而是擦边路过。他用蛮力摧毁了旁边的一座房屋，从里面抓出了一只矮小很多的鬼，直接一口吞下了。我在垃圾箱里看着这一幕，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，心里暗想着，如果我没有躲好，那我肯定也会沦为这样的下场。还好我有翻盘的机会，只要闺蜜给我烧纸钱，我就能变强。现在只能靠它了。纸钱是诡异的食粮，能够增强诡异的实力，同时也是一种珍贵的货币。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暴食鬼吃完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见状我松了一口气，随后我又艰难地熬过了几十分钟，心中不断祈祷着青青动作快点。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又有一只强大的诡异路过，这是一只恶犬诡异，它獠牙上满是鲜血，非常狰狞。我欲哭无泪，心想着难道就要丧命于此吗？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恶犬诡异在靠近我时竟突然掉头远去，像是看见了什么比它还可怕的存在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是我藏身的这只垃圾箱动了，才吓跑了那恶犬诡异。心里一阵凉意袭来，我奋力的想要顶开垃圾箱的盖子逃跑。
好，却发现它异常坚固，而我的四肢逐渐变得麻木，不能动弹，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束缚住了我。完了，怕不是要殒命在这儿了。我有些绝望，但我一想到萧炎和柳如烟那两个贱人还在逍遥法外，想到如果我不能活下来改变上一世命运，我那闺蜜青青恐怕要在末世中被那些诡异残害致死。于是我不甘地决定进行最后一搏。我趁着喉咙还能发出声音，说道：“别杀我，我有纸钱，都给你。”话音刚落，一直沉默的垃圾桶突然开口了，他不屑道：“纸钱那么珍贵的东西，你一个最垃圾的残魂怎么可能有？”我听到他的声音稍微松了一口气，只因他这么说没有直接杀我，那就代表我还有机会。接下来就是进行谈判，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活人世界？这垃圾桶沉默片刻，回复道：“我倒是听过这传闻，但谁也没见过。”随后我自报身份说道：“我就是活人世界来的。虽然在这诡异的世界纸钱珍贵万分，但在活人的世界纸钱却是随处可见。”垃圾桶被我的话语惊得喃喃道：“怪不得这几天出现了很多弱小残魂，原来都是你们世界来的。”眼看着垃圾桶诡异已经快要被说服，我赶紧说道：“只要你不杀我，到时候我亲朋好友给我烧的纸钱都给你。”垃圾桶最终回复道：“那就先留你一天。”闻言我松了一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真是吓死我了。我内心祈祷：“青青好青青，你可千万别掉链子。”几分钟后，我头上突然传来亮光，接着垃圾桶的盖子被打开了。我有些诧异，这垃圾箱诡异怎么突然放过我了？正当我疑惑不解爬出去时，却发现周围有几十个穿着盔甲的士兵。我目光扫过这些士兵，他们纷纷半跪着向我行礼。我懵了片刻，随后灵光乍现，这是纸人，青青给我烧的纸人。这些纸人化作的士兵实力至少超过了这垃圾桶诡异。于是我一声令下，指着垃圾桶道：“给我打他！”纸人士兵挥动手中利刃，叮叮咣咣朝着垃圾桶诡异砍去。这垃圾桶诡异被围住，只能被动挨打。他立刻求饶我收他当小弟。之后我没再搭理他，而是赶紧利用青青给我烧来的纸钱提升实力。消耗了无数纸钱之后，我的实力蹭蹭暴涨。接着我在诡异城市中找到了那个暴尸鬼，派手下纸人士兵狂抽他的脸，打得他神志不清，连连道歉后，我又与天空中的巨型血眼诡异大战了一场。在青青源源不断的纸钱供应下，巨型血眼诡异不是我的对手，他被我打得求饶。我俩立下一纸契约，他成为了我的奴仆，而我也成了这诡异世界中至高无上的王者。这血眼诡异还有个特殊的能力，它可以窥视人类世界。我借助它看到了青青，此时青青正在给我烧着纸钱，浓烟滚滚直入天空。我留下的千万财产烧了几天几夜也还没烧光。青青的面容很是憔悴，我看到有些心疼。突然萧炎出现在了画面中，他面露疯狂，一把推倒青青，大吼道：“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把诗诗的钱全换成纸钱？”青青冷冷道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可是诗诗的意愿。”萧炎一脸愤怒：“肯定是你自作主张，我是诗诗的男朋友，他又没有爸妈，这遗产应该给我。”闻言我气得攥紧了拳头，这狗东西做这么下贱的事情还理直气壮。随后我动了雷霆之怒，诡异世界的天空竟然出现了真正的雷霆，在轰隆炸响下，诸多诡异瑟瑟发抖。谁惹了那位生气，肯定要倒大霉了。就是那位现在可是最强的存在，想灭了谁不过是一念之间罢了。人类世界中，青青为我愤愤不平，你个人渣逼死了诗诗，怎么有脸过来分遗产？青青小脸气得通红，给了萧炎一巴掌。萧炎没防备，被打得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上。他眼神恶毒的捂着脸爬起来：“青青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信不信明天我找人把你爸妈做掉？”青青被他恶毒的眼神吓得一震，片刻后，青青怒道：“你敢？”萧炎冷笑一声：“我有什么不敢？你以为之前那辆撞你的车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不杀你，但你最好想清楚，把剩下的钱都给我。”话落，萧炎脸上满是疯狂，掏出一柄手术刀划过青青的面颊，威胁道：“不给我，你和你的家人迟早都得死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去。青青失魂落魄的瘫软在地上。闺蜜终究是个普通人，碰见萧炎这个疯子，自然是被吓慌了神。我气得火冒三丈，诡异世界上空变得昏暗，雷霆之声轰隆作响，普通诡异都被吓傻了。完蛋，那位盛怒之下不会把我们都灭掉吧？可怕，太可怕了！那只强大的血眼诡异也是神色紧张，生怕我迁怒于他。他赶忙说道：“大人，您先别生气，那不过是个凡人蝼蚁。等我们能够降临那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帮您灭了他。”闻言，我冷冷瞥了他一眼：“不用，我亲自来。”萧炎这个贱人不经历千万道酷刑，实在是便宜了他。短暂的怒意过后，我冷静了下来。目前我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，就算是萧炎残忍杀害青青和他的家人，他们死后也会变成诡异，而我是所有诡异的帝皇，自然能够罩得住。此时距离诡异降临还剩下2天时间，还有2天，2天之后萧炎就再也蹦跶不起来了。我忽然想起了柳如烟，按照上一世的命运，他现在应该是意外去世，然后变成了厉鬼。我让血眼扫视全诡异世界后，终于发现了这个贱人。此时他勾搭上了一个无头骑士诡异，混得风生水起。血眼诡异看出了我和柳如烟有仇，小心翼翼地建议说想帮我干掉他，然而我却摇了摇头，不用，单独处理他没什么意思，得把他和萧炎一块折磨一番，才能出我的心头恶气。接下来我又通过血眼诡异观看人类世界。青青在经历刚刚萧炎的威胁后很害怕，回家后忧心忡忡跟他父母说起了此事。青青的爸爸比较大大咧咧，照你这么说，这个萧炎真是蔫坏，但咱们也不能直接被他吓傻了呀。没事，有爸在，他要是真敢来，我就弄他。血腥诡异又把视角切换到萧炎身上，萧炎此时正蹲伏在青青家的周围，磨刀霍霍寻找着最佳的机会施展报复。第2天下午，周父特意提早回家，萧炎趁着青青父亲回家经过小巷子的时候，把周府迷晕带走。半个小时后，周母下班，他招手截停一辆出租车，司机戴着眼镜和口罩，正是萧炎。周母上车没多久也被迷晕带走了。随后他给青青发去消息，消息很简单，只有一个照片，周父和周母被绑在铁床上，还附带了一个地址，正是萧炎基地的位置。青青看到消息之后急哭了，他哪里经历过这种事情？我仔细算着时间，还有4个小时，今夜的12点，诡异世界将会形成与凡人世界沟通的通道，那时候我将会降临清算萧炎这个畜生。青青哭了一会之后，萧炎又发来消息，周父周母遭遇了轻微的折磨。萧炎没有多说任何话，但给了青青极强的压迫。青青慌了神，不敢报警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做。青青最终颤抖着走向萧炎所给的地址。10点钟，青青也落入萧炎的魔掌之中。青青一家无一人能够幸免。萧炎被激怒之后，状态
态彻底疯癫，但他还是惦记着我剩下的那点遗产和青青家的钱。在他的威逼之下，青青渐渐松口，周父却是很刚硬，死活不交钱。而随着双方的僵持，时间也终于来到了12点，诡异降临，凡人世界的上空出现血色乌云，月亮被遮蔽，全球陷入黑暗中，诡异世界的诡异蠢蠢欲动，人类世界陷入恐慌。只是目前我还顾不上这些，我径直奔向萧炎基地而去，哧的一脚踹开萧炎的门，出现在他面前。